阮云平竟然对岳云鹏摆架子。来，小岳，来，小岳。副总和一哥明明地位不相上下，阮云平却直呼岳云鹏小岳。看岳云鹏一脸懵的样子，估计他也没想到还有人敢这么称呼自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阮副总犯官引败家子，而是在解决师弟张九南惹的麻烦。这期节目中，因为张九南的失误，导致3位大妈临走时结不了账。虽然说最后张九南自掏腰包帮大妈付了款，但阮云平依旧觉得过不去，于是就把岳云鹏叫过来一起商量怎么进一步弥补顾客。这个是刚才张九南把人3个票拿走了。让人大妈等了很久，这是绝对是咱们的工作失职。但是现在你是员工，我是经理，给3位大妈找鞋，然后把3位大妈送上车。好，最终2人帮大妈找好并穿上鞋，亲自护送上车。作为德云社的2员大将，岳云鹏和阮云平的关系没少被人质疑，毕竟2人不管是性格还是职位都有很大的差别。其实2人不仅没有矛盾，关系还非常好。德云团综中，郭德纲让大家给阮云平提意见，其他人不是插科打诨就是不说话，唯有岳云鹏不顾镜头将心里话全说了出来。他话里带刺儿的时候太多了，他有的时候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，他有的时候那个刺儿扎完之后，有可能人家疼好几天，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。岳云鹏之所以敢说这么得罪人的话，完全是因为2人之间没有顾忌。也是在这次会议之后，阮云平一改之前严厉高冷的形象，主动打入一众师兄弟中间。作为前后脚跟随郭德纲学习的弟子，2人一起经历了德云社最困难的时期，关系好的不仅可以互提意见，私下更是酒局不断。阮云平曾在节目中透露，他们德云社内部有一个喝酒群，其中就有岳云鹏和他。我们有一个群，我一看看啊。群魔乱舞，这群里有张云雷、岳云鹏，有烧饼、曹鹤阳、孙越、郭麒麟。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要知道，阮云平释放天性之前，别说参加酒局了，就连私下发个与工作无关的短信都很少。由此可见，阮云平和岳云鹏的关系到底有多好。我跟小岳是不是关系不好，或者小岳跟我关系不好？其实根本就没有，我们俩人肯定会这个。团结一心呢。阮云平刚加入德云社的时候，顶替了岳云鹏打扫卫生的活儿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阮云平就因为相声水平进步太大，正式上台演出。岳云鹏重新干起打扫卫生的活儿。后来加上岳云鹏在节目中说害怕阮云平想踢他一脚，于是就有人猜测2人关系不好。其实2人私下关系很好，只是一个心思细腻，一个心直口快。有一次，阮云平带队到河南演出，岳云鹏得知他们晚上只吃了一个汉堡后，立马张罗酒席，好好的请他们吃一顿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刚才一人吃一汉堡，然后等结束以后，然后小岳一会儿准备要安排我们。小岳说这个就到了这儿了，绝对不能拿次酒糊弄我了。虽然说岳云鹏很喜欢请客，但是这么晚了还关心师兄弟的演出情况，说明他心里真有阮云平。另外，师兄弟一起玩游戏时，阮云平看到岳云鹏没有戴帽子，立马给他拿了一顶帽子，戴上去看着尺码不合适，他又拿下来亲自调节了一下帽围大小。要说阮云平和岳云鹏关系不和，想想都不可能。辛苦了，太热了，赶紧下班，找个地方歇会儿，快去。爱情有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。更夸张的是，岳云鹏和阮云平上班时间偷吃，被秦霄贤抓到。为了防止这个小师弟给他们扣分，于是2人一起贿赂对方。期间2人吃到兴起时，还时不时互相喂饭，简直不要太腻歪。如果说这些都是演的，那么岳云鹏下面的这个举动尽显心意。小回，这都是不简单的，他的舅岳云鹏，他师傅是岳云鹏，对什么都要。总有人猜测岳云鹏、阮云平关系不好，可岳云鹏却把自己的亲外甥送到阮云平手下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刘小葵结婚现场，阮云平还霸气放话，整个婚宴他承包了。能让岳云鹏主动送外甥当徒弟，可见在岳云鹏心中，阮云平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谁能想到，阮云平一句话把石富宽都给唬住了。包括宋淑珍吗？哟，这个名字不太熟悉，不知道。那我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啊，你简单说一说。西河大鼓、河北梆子、单弦、河南坠子、相声、评书、快板的一个忠实观众。那这位宋淑珍女士是烧饼的姥姥。听到答案的那一刻，石富宽眼睛都瞪大了。本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没想到竟是烧饼的姥姥。不得不说，阮云平为了通过年底考核是真的拼了。作为德云社副总，别看阮云平在工作中总是一副公私分明、不善言笑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和其他师兄弟一样，也爱捉弄人。一次节目中，潘长江正认真的给人理发，阮云平见状不仅
紧上前捣乱，打击潘长江的自信心。后来看到潘长江捡完了，他就拿起扫帚作势要扫地，然而半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他就把扫帚交到潘长江手里，让对方教教自己。结果一教就是整个活都被自己干完了。您教我这条怎么用？这条就这样，哦就这样，把条这边有毛这边怼到地下啊，然后慢慢这么扫，哦，这样扫。左手拿土呀，还是对，左手拿土？左手拿那个，扫进这个这里头，真好真好，扫这里头。哦，这就叫扫地。再来扫完了。哦，您扫完了我就别扫了。活该栾云平被揍，估计郭德纲也没想到这个爱徒还有如此一面。除了霍霍潘长江，栾云平自然也没放过自家师傅，直接撺掇郭汾阳上台捣乱。都说郭汾阳是混世大魔王，谁能想到他上台送桃的举动竟是栾云平在背后挑唆。不过让栾云平失算的是，郭汾阳上台后就直接放飞自我，怎么拽都拽不回来。最后还是健身达人烧饼现身，这才把郭汾阳抱下台。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，栾云平能有现在的精神，完全是早些年被其他师兄弟坑惨了。当年孔云龙和岳云鹏跟着郭德纲学艺后，虽然有点收入，但生活仍然十分拮据。于是孔云龙就把主意打到了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栾云平身上，因为栾云平家庭条件不错，当时又刚好来德云社不久，孔云龙就借口让栾云平到大院对活，而栾云平又十分大方，每次前来都会带着大家吃一顿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栾云平才知道孔云龙当初的如意算盘。